解放军16架战略运输机空中巡游南海，不针对任何国家，但有些人也活该害怕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前几天呢，中国空军是玩了一个大动作，这个动作呢，把马来西亚吓了一跳。其实呢，这次不仅仅是马来西亚吓了一跳，中国老百姓恐怕也没见中国空军这么玩过。就是以前我们见过啊，就是很多大飞机跑道上列队，这是大象巡游，就觉得很壮观了。你看我们这么多大飞机摆出来，跑道上转一圈。现在你看16架大型运输机在南海空中列队，16架大型运输机包括了伊尔76，包括了运20，一起飞到南沙，距离马来西亚沙捞越好像最近的时候吧，也就是不到60海里了。这个马来西亚外交部就是发了一个抗议嘛，不过呢倒不是抗议中国入侵，因为确确实实没有入侵，就是说空管方面你进入我的识别区，你事先没有通知啊，而且呢我让你跟那个马来西亚空管协调，你也不协调，不理我们呢，就发了这么一个抗议。中国外交部的那回应呢也是不温不火，就说我们呢不针对任何国家，你也安心就完事儿了。其实呢大伙儿都明白，马来西亚也真的没有别的理由表示抗议，因为没有进你领海嘛，而且中国空军这次的力量展示呢，也起到了引人注目的作用，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新的力量。要知道，能够做到这么大规模的运输机编队一起飞出去，还能飞这么远，没几个国家能做到啊。美国是可以，但你看中国周边有这么多大型运输机的，只有一个国家，印度。印度前段时间呢，倒是搞了一次16架飞机啊运输，但是编队跟我们不一样。你要考虑到这些运输机的运输能力啊，比如说运输空降兵的话，基本上一次可以投放1500、1600人的规模了，相当于一个团级作战力量。而印度那次呢，16架运输机，它不是一个特别集中的活动，是分批向前线运输人员和装备，出动总量虽然一样，但不是那么集中，而且也不是远距离海上飞行。你像这么大的一个编队，运输机海上一个飞行的话，意义何在？我觉得首先就是通过演练证明一下，中国空军已经是一支具有远程战略投送能力的战略空军。我们这些大飞机维护能力、出动率都可以随时为南海各岛屿、各岛礁大规模增调兵力和装备了，或者是在夺取制空权之后，可以在对方侧后实施大规模的机降或者空降作战。说到这儿呢，估计台湾岛上某些人就不困了，那得是吓得不困了。尤其是海上长距离飞行啊，有难度啊，你不像陆上飞行有这么多的地形参照，那你也没有那么多好的备降条件，所以这种飞行呢就很考验导航、保障这些综合能力。起码你的导航设备，你的这个北斗卫星经过考验了吧？起码中国的北斗卫星充分发挥作用了吧？另外呢，这也是一个表态啊，这就是自由航行啊。美国的各种舰艇、飞机天天在我们周边表演自由航行，那行啊，我们也表演一回啊。今天是南海，明天也可以往东。今天我们是去了这个南沙岛礁，明天我们去东边的第一岛链行不行呢？我想除了台湾岛，第一岛链上有些岛屿也很吸引人嘛。反正呢，我们也遵守国际法，也没有进入任何国家的领空，任何国家对我们的这个飞行动作也没条件，也没权利说三道四。只不过呢，有一个遗憾呢，就是这次公布出来的照片呢，是马来西亚的教练级飞行员拍摄的，那个拍摄质量啊，比号称中国海空军御用摄影师的日本自卫队那差远了。我觉得没有充分的拍出运20的美感。以后呢，应该有一些优秀的摄影师伴随着我们的运20搞一些这个空对空摄影。你看画面上是运20编队在阳光下这个闪着光，画面的这个下面呢，编队下面应该是中国南沙岛屿或者钓鱼岛，或者是台湾东海岸一些岛屿，或者是日本地岛链的某些岛屿，那感觉多好。面对这么美的画面，如果某些岛上的某些人看了心里不痛快，那没办法，您纯属活该。好，对于中国空军这次大规模的运输机活动，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儿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说。